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蝴蝶兰好像也是这样，养得好的蝴蝶兰都是相似的，养得不好的蝴蝶兰各有各的问题。不过在所有的问题当中，烂根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。水多不透气是导致烂根的主要原因，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，比方说非常透气但是水不够，根会干掉。比方说我这么看来，适当的给水和透气就变得至关重要了。回顾总结了一下，有2个时间段尤其重要，这2个时间段把握好了不出问题，就大概率不容易出问题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2个阶段是最容易出现烂根的阶段。这俩分别是花期和温度不合适期。在详细分析这2个时期为什么容易烂根以及应对策略之前，先来看看根的4个主要作用。根的4个主要作用分别是吸收、存储、光合作用、呼吸作用。吸收就是吸收养分水分，存储就是存储养分水分。当然它还可以运输这些养分水分，这个没有单列，也不是今天要说的重点。今天要说的重点是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。这2个作用直接影响到根的健康，尤其是呼吸作用。我尽量简单的把这2个作用说明白，明白之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。先说光合作用。光合作用就是植物把能量和养分固定下来的一种能力，是通过叶绿素来完成，用到的原料是光、水和各种营养元素。这些营养元素当中，量比较大的是二氧化碳，光合作用会需要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，其他的还有氮、磷、钾、钙、硫、铁等等等等。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，并存储了一些物质，比如说碳水化合物。蝴蝶兰这些绿色的根就是因为含有叶绿素，可以进行光合作用。这儿插一个跑题但是也很重要的内容，光合作用所用到的营养元素有很多种，有些量大，有些量非常少，也就是微量元素。但是不管是量大的还是量少的，缺了哪一种都不行。如果缺了，光合作用不好，植株看起来就生长不好，病病歪歪的样子，看着很弱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做过的茶疗吗？很神奇，之前病病歪歪的蝴蝶兰泡过淡茶水之后变得生机勃勃。我自己试过，也有很多花友试过给我留言说效果不错。在这儿我大胆的猜测一下，我猜是因为茶里头含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，刚好病病歪歪的蝴蝶兰就缺了其中某一个或者几个，所以喝过茶水之后就变得生机勃勃了。所以如果病病歪歪的原因不是因为缺少营养元素，那泡茶水可能效果就不会特别显著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营养元素全面均衡还是很重要的。言归正传，再来说呼吸作用。呼吸作用是兰花在利用光合作用存储下来的物质。呼吸作用是需要吸收氧气，释放二氧化碳，并且释放那些养分和能量。植物的呼吸和我们是一样的，都是需要氧气，不过植物还是比我们厉害，没有氧气的时候它也能呼吸。重点来了，需要仔细听。氧气充足的时候进行有氧呼吸，产生水、二氧化碳和大量的能量。氧气不足的时候呢，就进行无氧呼吸，会生成一些酸性物质，释放很少的能量。少量的酸性物质还过得去，大量的酸性物质积累起来，植物会自己把自己酸死。
所以虽然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无氧呼吸，但是无氧呼吸不能持续时间太长，否则植株会出问题。这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，一个是刚才说的不完全氧化产生的酸性物质堆积，毒害自身细胞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无氧呼吸释放出来的能量很少，它不够用的。为了够用，就需要加速反应，分解掉更多的存储物质，那就有耗尽存储物质的风险。而且这同时反应越多，分解的东西越多，出来的酸性物质就越多，那对细胞的毒害就越大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说到这儿，就到了我们日常常说的很容易懂的语言了，透气性。如果只要疏松透气，盆内的空气就会比较新鲜，置换的比较好，那含氧量也就会比较高也不能说高，至少是说和盆外面的空气的含氧量是差不多的。那盆内的根就可以很欢快地进行有氧呼吸，而不是无氧呼吸。有氧呼吸释放的是二氧化碳和水，不产生酸性物质，自然也就不会自我酸腐了。所以平时我们才说环境的通风透气，盆内的透气是非常重要的。只要透气良好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根部周围空气的含氧量比较充足，尽量避免无氧呼吸。无氧呼吸通俗的说，危害就是会导致烂根。我们来活学活用一下，分析一下我们日常养兰中的一些方法的利弊。比方说我们用透明盆，这个利于光合作用，因为透光嘛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氧气，呼吸作用正好反着，吸收氧气，放出二氧化碳。透明的盆还让根可以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，能够减少一些透气不好所带来的伤害。盆上有孔，帮助透气。再说浇水，浇水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浇水，比方说泡盆啊，用水去冲啊，甚至是用喷壶去喷啊。哪一种浇水方式更好呢？那有了前面的铺垫，我就觉得用比较多的水去浇盆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，因为用水哗哗的冲，可以清新里面的空气，万一产生了酸性物质还可以冲走。当然这个方式也有缺点，可能比较浪费水，哗哗冲半天留不下多少，需要经常浇。如果实在特别干的话，可以泡盆浇水结合起来用。而以喷雾式的方式浇水，长期这样的话，如果盆内透气性不是特别好，产生的酸腐物质就很难清除。对了，还想起来一点，我们中学时候好像学过二氧化碳比较沉，会往下走，所以给盆打孔的时候，底部或者是靠近底部的侧面最好是有孔的。好，我们再转回到前面说过的最容易烂根的2个时间段，一个是花期，一个是温度不合适的时间段。花期容易烂根有2方面原因，一方面是生理性的，开花期间整个植株的重点都在开花上，对根就有点疏于照顾。其实还不仅仅是根，也包括叶子，开花期间根和叶子都容易出问题，整个植株可能会牺牲根或者是叶子来供养那个花。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为疏忽了，因为在赏花嘛，就不像没开花之前那么的尽心，给水可能不是很正常。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时候会忘了给水。水是光合作用的重要原料，还影响气孔的开合，而且还有一些养分必须要溶在水里才能吸收。所以开花期间
肥可以不给，或者给比平时更稀薄一些的肥。水需要正常给。第二个容易烂根的时期是温度不合适的时期，这包括高温和低温。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影响到光合作用，也不仅仅是光合作用了，一切生理活动都会受到影响。温度过低的应对措施是减少给水，尽量让它干一些，并且停肥。温度过高也需要停肥，但可以大量给水。大量给水可以降温并清新盆内环境，同时加强环境通风透气和盆内的透气。蝴蝶兰其实并不怕水，相反它还特别喜欢水，它怕的是那种积水，细菌多，氧气少。所以如果水培，水是需要隔段时间就换一下的。另外，如果温度不合适的时候，能够有办法改变一下温度，这是最直接的办法。还可以改变一下光照，尤其是在温度过于低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给它晒一些阳光，直接的阳光，这样能帮助提升温度。而温度过于高的时候，一定要远离直射阳光。不论是改变温度还是改变光照，最好能够循序渐进，试探着进行。好，这期就先到这儿吧，怎么感觉有点杂？那就这样吧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